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女王故事》解说。法庭之上，庄严肃穆的审判正在进行。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何钟怡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场审判的背后，是何钟怡儿子私自进口违禁药品引发的重大风波，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背叛与算计。何钟怡的儿子得知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瞬间陷入极度的恐慌与无助。他哭喊着向母亲何钟怡求救，不停诉说自己不想坐牢。他转头苦苦哀求自己的妻子，坦言妻子是公司的法人，希望妻子能出面帮忙承担罪责，保全自己这个家中唯一的独苗。儿子不断痛哭认错，一遍遍恳请何钟怡出手相助，语气卑微又急切。看着苦苦哀求的儿子，何钟怡最终心软，答应出面顶下所有罪责。但在答应的同时，他也冷声发出警告，明确告知家人，若是事后有人敢背叛他，他定会让所有人落得生不如死的下场。面对法庭的当庭提问，何钟怡坦然回应认罪，主动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可他心中早已埋下戒备，暗自笃定，若是自己出狱后发现被家人欺骗、背叛，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身边人的阴谋诡计。背后之人暗自得意，认为何钟怡自幼便是孤儿，无依无靠，没有娘家撑腰，根本无人为他撑腰维权，注定只能任人拿捏。他们笃定可以彻底吞并何钟怡一手创办的双一集团，甚至早已提前布置好一切，计划让入狱的何钟怡永远无法走出监狱，彻底了结后患。何钟怡入狱后，初到监狱的他就遭到了恶意针对，被狱友安排睡在马桶旁边的恶劣位置。嚣张的狱友根本无视管教的安排，在他们眼中，监狱里从不是规矩说了算，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这群人受人指使，打算活活弄死何钟怡，一群人一拥而上，准备对他大打出手。就在冲突爆发的瞬间，有人认出了何钟怡的身份，惊呼他会的龙行诀，瞬间知晓了他的真实来历。在场的监狱老人纷纷面露震惊，想起了20年前的往事。20年前，无人街曾出现一位双瞳女孩，凭一己之力打服了整条街的13个帮派，一统当地势力。这位女孩当年立下规矩，明令禁止唐人街所有地盘触碰黄、赌、毒各类违禁产业，违令者绝不轻饶，所有人都敬畏地称她为女王。没人想到，销声匿迹整整20年，众人都以为早已离世的唐人街女王，竟然就是如今深陷牢狱的何钟怡。曾经受过何钟怡恩惠的众人瞬间动容，纷纷上前跪地认错，坦言自己有眼不识恩人。他们回忆起当年，若是没有何钟怡的庇护，唐人街无数底层孩子根本无法安稳存活。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性命皆是何钟怡所赠，任由他随时取用。何钟怡神色淡然，让众人起身，直言并不稀罕他们的性命。他随即向众人追问，究竟是谁花费重金买自己的性命，想要置自己于死地？众人如实告知，幕后主使之人姓陆，名为陆时谦。听到这个名字，何钟怡瞬间了然，心中彻底明白，是自己的丈夫陆时谦背叛了自己。众人接着告知，陆时谦不仅出钱买他的性命，还提前买通了监狱各个区域的头目，包括东仓的铁凤凰、西区的鬼见愁、南楼的薛菩萨以及北狱的判官，是必要将他困死在监狱之中。其中一位曾经受恩于何钟怡的人满心愧疚，连连道歉，坦言自己全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是唐人街女王，更是当年庇护众人的恩人，一时之间满心悔恨。何钟怡并未过多计较过往，经历这场风波后，他当众立下规矩，宣告从这一刻起，整座监狱由自己说了算。在场所有人纷纷俯首遵从，齐声高呼他为老大。日子在监狱中缓缓度过，外界的人十分诧异，何钟怡明明被人重金收买，众多狱友针对，却硬生生扛下了所有刁难，不仅没有被打倒，状态反而愈发沉稳坚韧。不久后，何钟怡迎来了探视，前来探视的是一直记恨他的何星宇。何星宇看着身着囚服的何钟怡，满脸讥讽，直言这身囚服穿在他身上格外刺眼难看。面对何星宇的嘲讽，何钟怡语气平淡，自嘲就算活得再狼狈，也只能像摇尾乞怜的狗一样继续活着。何星宇随即袒露自己多年的怨恨，他愤愤不平地诉说，何钟怡向来高高在上，从来不懂尊重身边的人。何星宇回忆起过往，当初他出身大山，家境贫寒，连卫生巾都买不起，更是从未接触过电脑。是何钟怡将他带在身边，手把手教他做报表，一步步将他从普通前台提拔为总裁助理，让他拥有年薪100万的高薪，过上了穿名牌、买奢包的富足生活。可富足的生活并没有让何星宇心怀感恩，反而让他愈发嫉妒何钟怡。他嫉妒无父无母、孤身一人的何钟怡，明明身世凄惨，却偏偏活得比自己光鲜耀眼。满心失衡的他，心生歹念，刻意破坏何钟怡的家庭，主动勾引何钟怡的丈夫陆时谦。何星宇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得意洋洋地向何钟怡炫耀，自己不仅抢走了她的丈夫，霸占了她的豪宅，掌控了她的公司，
就连和钟仪的亲生儿子，如今也称呼自己为妈妈，言语之间满是嚣张与得意。随后，何星宇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递到何钟仪面前，逼迫他签字，让何钟仪净身出户。他极尽嘲讽地数落何钟仪，如今无父无母，身陷牢狱，还要服刑10年，根本没有任何资格配得上陆时谦。何星宇还告知何钟仪，自己下个月就会和陆时谦举行婚礼，婚纱照早已拍摄完毕，甚至还特意和何钟仪的儿子拍了全家福，彻底斩断何钟仪的所有牵挂，狠狠刺痛他的内心。时光流转，何钟仪因狱中表现良好，获得2年减刑，原本10年的刑期缩减为8年。8年刑期结束后，何钟仪顺利出狱。刚走出监狱大门，一名年轻男子连忙上前打招呼，向他表达歉意，坦言刚才不小心吓到了他。男子主动解释，自己今天原本是来接自己的老大出狱，结果前一晚太过兴奋，与人发生冲突，失手伤人，再次被判2年刑期。他见监狱地处偏僻，往返公交需要耗费2个小时，何钟仪身旁又无人接应，便主动提出顺路载他一程，只收取少量油钱。男子热情招呼何钟仪上车，途中城市上空突然绽放起绚烂的烟花，漫天烟火璀璨夺目，照亮了整座城市。路人纷纷感叹这场烟花秀气派盛大，纷纷夸赞有钱人秀恩爱的方式格外隆重。众人知晓，这场盛大的烟花秀是本城首富陆时谦特意为妻子柳倩云举办的生日庆典。看着转瞬绚烂、转瞬消散的烟花，何钟仪心生感慨，再耀眼的繁华，终究也会迎来落幕消亡的时刻。年轻男子见何钟仪神色低落，主动提出带他前往帝国酒店享用大餐，为他接风洗尘。抵达帝国酒店后，现场正在举办盛大的生日宴会，宴会上有人举杯祝福，祝愿陆时谦和柳倩云琴瑟和鸣，白头偕老。宴席上的宾客看着桌上规格极高的海鲜食材，纷纷惊叹不已。就在众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之时，有人突然瞥见了现身宴会门口的何钟仪，瞬间满脸震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场的陆家人满心疑惑，纷纷猜测何钟仪为何会提前出狱，随即又自我安慰，笃定他们此前花费数百万重金，聘请数十名杀手，绝对不可能让何钟仪活着走出监狱，坚信眼前之人只是长相相似而已。陆时谦和柳倩云的儿子更是出言嘲讽，直言如今柳倩云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就算何钟仪真的出狱，坐了10年牢狱的他早已是废人一个，无权无势，无依无靠，根本翻不起任何风浪。众人也纷纷附和，认为孤身一人的何钟仪根本无法与根基稳固的陆家抗衡。宴会之上，柳倩云盛装登台，向到场的所有宾客致谢，感谢众人前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陆时谦随即当众宣布，借着今日的契机，让所有宾客共同见证，钟仪集团将开启全新的发展篇章。柳倩云满脸得意，故作深情地诉说自己的幸运，坦言自己何其有幸，能够陪伴在陆时谦身边，言语间满是优越感。就在这时，何钟仪缓步上前，抬手打翻了柳倩云手中的酒杯，打破了现场的温馨氛围。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全场哗然，柳倩云满脸错愕，难以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何钟仪，失声质问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惊恐之余，终于确认何钟仪真的活着出狱了。跟随何钟仪前来的年轻男子见状，立刻出声维护，怒斥柳倩云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嚣张又无耻。陆家众人见状怒不可遏，立刻呵斥下人上前，想要狠狠打烂何钟仪的脸，将他赶出宴会现场。柳倩云立刻装作柔弱委屈的模样，开口向何钟仪示弱，哭诉自己的不易。他辩解自己与陆时谦是真心相爱，在何钟仪入狱的这些年，是他独自撑起整个公司，悉心照料何钟仪的儿子，常年身心俱疲，恳请何钟仪能够体谅自己。何钟仪冷冷听完他的辩解，字字犀利地戳穿他的伪装，细数他的种种恶行，直言他这些年看似辛苦，实则忙着勾引自己的丈夫，哄骗自己的儿子，花费数百万重金聘请杀手，在监狱中残害自己，桩桩件件皆是处心积虑的算计，根本不值得同情。陆时谦见状，立刻出面维护柳倩云，指责何钟仪刚出狱就情绪失控，在众多宾客面前无理取闹，让众人难堪。何钟仪的儿子也当众指责何钟仪不懂事，直言柳倩云多年来悉心照料自己，待自己如同亲生儿子，呵斥何钟仪立刻向柳倩云下跪道歉。面对儿子的无情指责，何钟仪满心寒心，当即抬手狠狠打了儿子一巴掌。儿子从未被亲生母亲打过，瞬间又惊又怒，满心委屈。何钟仪满心失望地斥责他，直言自己从前对他太过纵容，若是早年严加管教，他也不会变成如今这般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畜生。陆时谦见何钟仪当众动手，彻底动怒，厉声质问他是否非要把场面闹得无法收场。何钟仪神色冷冽，淡然回应：既然众人不想好好收场，
那这场宴会便不必继续举办。他目光锁定柳倩云，缓缓开口，直言从前自己手把手教柳倩云做事做人，如今时隔多年，便再好好教教她何为底线，何为规矩。现场瞬间一片混乱，宾客们纷纷议论，全然不敢相信。众人眼中出身普通、街边摆摊起家的孤儿和钟仪，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气场与魄力。骆家众人私下议论，笃定当年亲眼所见，和钟仪出身贫寒，早年只能在街边摆摊售卖袜子，终日被城管驱赶，毫无背景与实力。他们始终认为，钟仪集团的崛起只是和钟仪运气好赶上行业风口，他本人并无真才实学，如今的强硬不过是穷途末路的疯狂挣扎。骆家众人自我宽慰，手握整个钟仪集团的陆时谦根本无需惧怕一无所有，只剩一条性命的和钟仪，只需要尽快想办法彻底解决他，就能永绝后患。众人商议过后，便各自散去，暗自筹划对策。宴会结束后，全程跟随和钟仪的年轻男子主动向和钟仪表明心意，想要追随他做事。男子坦言，自己原本一直跟着一位老大谋生，可老大还有2年才能出狱，自己彻底失去了靠山。他坦诚自己如今穷困潦倒，平日里开的跑车都是租赁而来，每日开销巨大，兜里空空如也，时常只能露宿桥洞。今日跟着和钟仪，是自己这几天吃的最饱、最安稳的一顿饭。男子十分笃定和钟仪是能干大事的人，主动请缨，直言自己擅长开车望风，各类杂事，甚至游走灰色地带的事情都能胜任，不需要任何薪资，只求和钟仪能给自己一口饭吃，让自己有容身之处。和钟仪并未立刻答应，坦言自己的确需要人手，但绝不会随意收留底细不明的人。男子立刻如实交代自己的身世，坦言自己是孤儿院出身，无父无母，无牵无挂，从小打架长大，常年混迹街头，进出派出所，只为勉强糊口谋生，身世清白无牵绊。为了争取追随的机会，男子甚至改口跪地称呼和钟仪为妈妈，再三恳请他收留自己。和钟仪最终心软，答应带着他同行，还告知要带他去见一个人，一个算是他妹妹的女孩。另一边，一名名叫小雨的女孩正满心欢喜地看着手机里的文字，一字一句品读着写给和钟仪的留言。小雨在留言中写道：和钟仪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却待自己胜过亲生母亲，一直叮嘱自己好好学习，努力读书，改变命运。小雨满心感恩地告知和钟仪，自己成功考上了南洋大学，是整个孤儿院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他还特意在学校旁边租好了房子，写下详细地址，满心期盼着和钟仪出狱后，两人能够同住相伴，永远不分开。多年来，小雨日复一日盼着和钟仪出狱，日夜期盼着两人团聚的时刻。终于等到和钟仪出狱，即将相见的时刻，年轻男子看着满心期待的小雨，反而有些紧张。他反复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物，生怕自己打扮太过潦草，被优秀的学霸小雨笑话，甚至一度想要回去更换正式的衣服，只为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可当小雨真正见到和钟仪的那一刻，瞬间情绪崩溃，连连后退，不敢靠近。他不停念叨自己很脏，不让和钟仪触碰自己，情绪激动又自责。和钟仪满心疑惑，连忙追问缘由。小雨哭着坦白，自己为了备战学业，熬夜复习，被人误导服用了不明提神药物。他起初全然不知药物的危害，只听旁人说这种药能够让人提神醒脑，缓解疲惫，让人熬夜学习也精力充沛。小雨坦言，自己一直干干净净，安分守己，满心期盼着和钟仪出狱，想要以最干净、最好的状态与他团聚，却没想到一时糊涂犯下大错，彻底毁掉了自己。他陷入极度的自责与绝望，甚至恳求和钟仪干脆杀了自己，了结这不堪的一切。和钟仪见状心急如焚，立刻将小雨送往医院救治。医生告知和钟仪，小雨虽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违规药物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均遭到严重破坏，身体机能大幅衰退，后续治疗难度极大，康复希望渺茫。和钟仪听闻噩耗，心痛不已，当即向医生承诺，无论花费多少代价、多少资金，都一定要治好小雨，绝不放弃。一旁跟随的晚辈悄悄告知和钟仪，害小雨沾染违禁药物的源头正是中洋集团。晚辈进一步揭露真相，8年前导致和钟仪含冤入狱的甲亢癌药，稍加加工就能变成害人的违禁药物，让人产生依赖，迷失心智，沦为行尸走肉。这8年来，陆时谦的集团一直暗中售卖这类药物，在南洋地区大肆泛滥，害得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得知所有真相的和钟仪瞬间洞悉了所有阴谋，彻底明白自己多年冤屈，小雨的悲惨遭遇全都是陆时谦一手造成。他当年立下的禁令，严禁黄赌毒各类违禁产业害人，如今陆时谦却肆意践踏底线，靠着违禁药物谋取暴利，残害百姓。怒火攻心的和钟仪当即决定清理门户，
彻底铲除这一害人的黑色产业链。在晚辈的带路下，何忠义直奔陆时谦名下的融资公司，也就是违禁药物的流通窝点。抵达现场后，何忠义沉着冷静地喊话现场所有人，让众人双手抱头，原地蹲下，坦言自己无意伤害任何人，希望众人珍惜自身性命，顾及家人，不要贸然逞凶反抗。他还特意叮嘱身体不适、心脏不好的人员优先到墙边靠墙避险。现场工作人员十分强硬，直言公司内部没有现金，拒绝配合，还表示机房存放的都是核心机密资料，必须有陆时谦的授权才能开启。何忠义直接拿出专属权限凭证，强势要求对方交出机房钥匙。此时，楼下手下匆忙上报，称门外突然集结了20多名携带装备的人员，对方火力充足，己方根本撑不过半分钟。面对危机，何忠义丝毫不慌，淡定安排晚辈从后门撤离，车辆停靠在楼下等候。他叮嘱晚辈，若是3分钟后自己没有顺利脱身，晚辈再折返回来接应自己。晚辈满心担忧，却只能遵从安排先行撤离。屋内的陆时谦手下全力搜查，一心想要活捉何忠义，死死守住机房硬盘，绝不允许他带走任何机密证据。短暂交锋过后，何忠义轻松击溃一众对手，淡然吐槽陆时谦手下实力薄弱，不堪一击。他还特意放出狠话，告知众人5分钟后关注新闻，会给陆时谦送上一份重磅惊喜。3分钟实现过后，迟迟未见何忠义下楼，留守在外的晚辈心急如焚，认定何忠义已经被对方抓获，不顾危险想要折返上楼营救。可下一秒，众人亲眼目睹何忠义从10楼纵身跃下，稳稳落地，毫发无伤。眼前的一幕彻底颠覆了晚辈的认知，他满脸震惊，连连感叹无法理解，普通人从10楼坠落绝无生还可能，何忠义却安然无恙，忍不住疑惑他是不是拥有超能力。面对晚辈的惊叹，何忠义只是淡然吩咐其好好开车，不再多做解释。另一边，得知何忠义安然脱身，还掌握了自己罪证的陆时谦满心不屑。他笃定何忠义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就算手握证据，也只是想借机讹诈钱财，谋取生计，根本无法真正撼动自己的地位。陆时谦转头询问身旁的柳倩云，思考拿出多少钱能够打发何忠义。起初只打算拿出3万、5万草草了事，认为这个数额足以满足何忠义的贪欲。柳倩云和儿子也纷纷劝说，直言绝对不能轻易给钱，一旦妥协，只会让何忠义得寸进尺，形成无底洞式的勒索。陆时谦思虑再三，深知何忠义性格刚烈，做事决绝，若是无法满足他的要求，自己的罪行必定会被公之于众，届时整个陆家、整个集团都会彻底覆灭。为了保全自身，陆时谦最终咬牙妥协，答应了何忠义的所有要求。就在陆时谦纠结筹钱之时，全网新闻突然重磅曝光，忠义集团近10年存在大规模财务造假行为，通过虚构海外交易，暗中输送巨额非法利益，涉嫌多项重大违法犯罪行为。消息一出，瞬间引爆全网，网监、经侦等多个部门立刻介入调查。忠义集团股价断崖式下跌，短短时间内市值蒸发数十亿，并且下跌趋势仍在持续。各大股东纷纷致电陆时谦，扬言要集体抛售股份，并且起诉公司违约，追究法律责任。陆时谦瞬间陷入绝境，彻底慌了手脚。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何忠义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何忠义语气淡然，询问他是否喜欢自己送出的这份重磅惊喜。陆时谦怒声质问何忠义究竟想要什么，何忠义坦然回应，自己只是想要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他顺势提及柳倩云此前的猜测，直言对方说的没错，自己的确可以借机讹诈钱财。陆时谦气急败坏地指责何忠义监视自己，窥探隐私，属于违法行为。何忠义淡然反问，比起陆时谦多年来谋财害命、构陷他人、售卖违禁药物的滔天罪行，自己的这些举动根本不值一提。随后，何忠义正式提出自己的条件，要求陆时谦在当晚12点之前准备好5000万现金送至港区码头。陆时谦怒不可遏，斥责何忠义狮子大开口，直言自己最多只能拿出50万。何忠义态度强硬，丝毫不做退让，淡然告知陆时谦，若是不愿配合，自己就会将所有犯罪账本、违法证据全部曝光给那些被陆时谦坑害、散尽家财的受害者，让陆时谦和柳倩云等人付出惨痛代价。最后，何忠义语气冰冷地告诫3人，下辈子投胎做人，一定要坚守本心，行善积德，切莫再作恶害人。陆时谦彻底被逼到绝境，咬牙答应凑齐5000万现金。柳倩云和儿子满心焦急，极力劝阻，却根本无法改变局面。陆时谦深知，若是无法满足何忠义的要求，所有人都会万劫不复。被逼无奈的他，心中滋生出恶毒的念头，认定这一切都是何忠义逼迫所致，暗自筹划着最后的反击，随后转身匆匆离去，不知去向。